请注意听。接连几天，墙那边都会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，就好像是用手指不停扣着墙。但我却敢怒不敢言，因为我的邻居真的很可怕。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刚搬进来的时候，男人面对着门一动不动，看起来有些怪异。本着邻里和睦相处的原则，我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，但在他转过头的瞬间，我还是被吓了一跳。一块巴掌大的印记在脸上，头发凌乱，几乎掩盖了他深陷的眼眶，使他看起来很阴森。我努力挤出一个不自然的笑容，他直直地看着我，突然把脸凑到我的跟前。这诡异的行为把我吓得一哆嗦。见识了男人的古怪后，我祈祷着和他不要有任何交集。然而当天晚上，隔壁就传来了敲墙声。起初我以为是男人在挪东西，并没有在意。可是今天半夜，这扰人的敲墙声再次响起，似乎比昨晚更用力。噪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，我的心烦躁不止。尽管觉得隔壁男人不好惹，可我还是泄愤似的用脚踹了几下墙壁，企图给对方一个警告。可对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扰民，相反的，敲墙声越演愈烈。怒火中烧的我更用力地踹了几下墙。隔壁突然停了下来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可接下来，隔壁就像疯了一般，震得我耳膜和心脏极其不舒服。我忍无可忍，冲出房间直奔隔壁。门被打开的瞬间，一股冰冷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男人阴森的脸赫然出现在眼前，房间居然弥漫着一种红色的灯光。这一幕让我的脑袋瞬间短路。几秒后，我结结巴巴地表明了来意，希望他不要再制造噪音。但男人一言不发，只是死死盯着我，让我感到心里发毛。我逃跑似的回到了家，但是不久后，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，可我却没有勇气去质问他。第二天清晨，因为没睡好，我浑身不自在地起了床。吃早饭时，一条新闻吸引了我的眼球。麻吉是一个女孩下班路上离奇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还特意看了眼事发地，居然离我住的区域并不远。晚上下班回家时，我在楼梯口又遇见了隔壁的男人。男人手里正拿着一把铁锹，阴森森地站在那里。一瞬间我感觉毛骨悚然，我紧张地和他打了声招呼。男人并没有回应我，依旧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硬着头皮从他身边经过，然后逃命似的甩开步子，锁好门的刹那，瘫软地坐在地上。一想到那个男人盯着我的眼神，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。抓起手机给闺蜜打去电话，希望能在她家借宿一晚。这个房子我是真不敢住了。在朋友家里，我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。一早醒来，手机上弹出一条新闻：失踪女孩在山上被人发现，已经失去生命体征。变态！我暗骂了一句。突然，一阵敲击声再次响起，我的心一下子提了上来。循着声源找了过去，是闺蜜在敲击桌子。我问闺蜜：“你在干嘛？”闺蜜说她刚好在研究摩斯密码。一瞬间，我好像想到了什么。我用手在桌子上敲起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。你知道这个声音代表什么意思吗？3长2短3长，这个是 SOS， 求救的意思。什么？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对面楼层的女人了，难道她真的出事儿了？她窗户上的图案又代表什么呢？
我是一个失败的小说作家，因为作品销量一直不佳，收入也得不到稳定的保障，被迫我只能搬进了这所廉价的公寓楼。也是偶然的契机，正当我在窗口思索剧情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女人，她似乎没有拉窗帘的习惯，略显昏暗的灯光下闪过一个窈窕的身影，窗户里只看到她那修长的手臂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扔在床上，很显然她是要去洗澡。于是我盯着对面无人的房间看了一阵子，那也是一间卧室，只是陈设十分简单，从这里看过去房间里的情况一览无余。一开始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时间一长，我也就自然接受了，毕竟我也是女人，就当作是同性之间的互相欣赏吧。某天我再次坐在窗口苦思冥想的时候，熟悉的景象消失了，他今天居然破天荒地拉上了窗帘。我原本以为他终于有了保护隐私的意识了，可一周过去了，我隐隐感觉到了异常，因为这段时间他的窗帘一直没有拉开过，甚至窗台上的衣服也很久没有收回去了。更不对劲的是，今晚我照例在窗口看着对面黑乎乎的楼层发呆，突然我注意到对面阳台的窗户上似乎多了一些图案，那是一个用深红色颜料涂抹上去的，乍一看甚至觉得像是人血，整个图案看上去歪歪扭扭的，毫无章法，这显然是慌乱之中画出的东西，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情急之下，我甚至开窗探出头，换各种角度去看，这才终于有了眉目，一板一眼地念出了2个字幕 SO。 我被自己画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。他真的出事了吗？我紧张地想拿出手机报警，可转念一想，我又该怎么解释？我偷窥到对面窗户上有一个好像求救信号的图案吗？晚上我辗转反侧，这如果是真的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？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到他家去看一看。在去的路上，我一直祈祷着，希望这只是虚惊一场。跟随着楼上的邻居，我成功进入了他所在的大楼。我可以进来，那么其他人也可以。这么一想，便越发的相信自己的猜测了。我忐忑地站在房门前，轻轻地敲了几下门，下一秒，门居然被我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细缝，门没锁。我推开了房门，有人吗？喊了几声，依旧没人回应。我缓缓地推开了门，似乎是因为窗帘被拉上的缘故，里面十分昏暗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回头看了一眼走廊，在确认无人之后走进了房间。屋里光线昏暗，我明明是来救人的，可却有一种做贼的感觉。我不敢开灯，只能用手机屏幕微弱的光照明。屋子里的地板上凌乱不堪，我一边回忆着通过窗户看到的情况，一边寻找着正确的方向，蹑手蹑脚地摸进了我记忆中的那间卧室。卧室里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，原本整洁的床单变得又脏又皱，床单上还能隐约看到斑斑血迹。难道他真的出事儿了？种种迹象表明，他可能真的出事儿了。我本能地捂住了嘴巴，想着是不是应该先逃离这里，毕竟我多待1秒，危险就多上1分。就在我惶恐不安之际，一阵细微的呼吸声从身后传来，我僵硬地扭过了身子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影。下一秒，我几乎是疯了一样逃回了自己家。然而在我开门的瞬间，我发现门口竟然有一张褶皱的纸条，这显然是有人刻意塞进来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顾不得擦去额头上的冷汗，猛地将纸条摊开，上面写着2个字：快跑！我一脸惊恐地坐在地上，这会是谁塞的纸条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马上离开这里，然后去报警。可我不知该跟他们怎么说，这听上去就像一个荒唐的故事。我私闯了民宅，还发现了命案，可我却没有任何证据。这种情况令我一筹莫展，虽然我很想救对面的女孩，但是却无能为力，甚至我也可能被凶手盯上了。我握紧了手中的纸条，如果这个真的是有人故意塞给我的，楼道2端都有监控，那个放下纸条的人一定会被监控拍到。顺着这条思路，我跑到了小区的保安室，利用自己小区业主的身份，成功的看到了监控。我的心跳骤然加速，随即将视频放大、放大再放大。这个人一头波浪卷发，尽管戴着口罩，但还是可以看出此人目光中显露出的疲惫。我一脸惊恐地后退了几步，这不就是住在对面楼的那个女孩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她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那她又为什么要在窗帘上留下求救信息？我又回想起床上的血渍，难道杀人的是这个女人？可她为什么又要给我塞纸条呢？整件事变得更加诡异起来，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。我疲惫地回了家，还特意检查了反锁的门，这个地方我可能真的不能待下去了。
我紧忙收拾起屋子里的东西。正当我收拾到桌上的电脑时，眼睛的余光无意间扫到了对面楼的女人家。只见她家窗帘忽然被猛地拉开，接着是女人一脸急切的表情。我看到她站在窗前，手舞足蹈，似乎是想向我传达什么信息，可声音并不能传这么远，所以我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我看到她不停地用手指着窗户上的图案，还没来得及思考她想要表达的意思，屋外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现在可是深夜，谁会在这种时候突然来访？敲门声一阵阵的传来，今天发生的事情太诡异，我始终没敢发出一点声响。我慢慢挪到了门边，透过猫眼看去，那是个看着很普通的男人，只不过胡子拉碴的，皮肤微微泛白，看样子像是许久没有出过门了。下意识间，我再次望向了窗户对面的女人，她依旧一直晃着手臂，再次指了指那个诡异的符号。一瞬间，我似乎想通了一切。505，对面窗户上的图案根本不是求救信号，而是505，那正是我家的房号。那个女孩一直都在提醒我。门外的敲门声已经停止，但我依旧不敢开门，我怕她还是躲在了我家门口。对面的女人是因为某些原因得知了这件事，所以她想着要救我。想明白了一切后，我下意识咽了口水，最终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那个男人被抓住了，起初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，直到找到了对面的女人，经过一番开导之后，他才终于说出了事情经过。原来那个女孩因为不拉窗帘而被男人盯上了，后来又遭受多次伤害与威胁，产生了应激反应，迟迟不敢报警。这些天男人也一直在女孩家里，当然也发现了站在对面观察女孩窗户的我。而我去他家的那天，那个男人其实就在屋内，但因为门是开着的，他不好下手。女孩则是恰好找了个借口，特意跑到我家，留下了纸条，就是想提醒我离开。因为他发现了那个男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，即便他不敢报警，他依旧鼓足勇气想来提醒我。最后那个男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而我则经过女孩同意后，把这一切写成了一篇精彩的故事，希望能够被更多像我们一样的独居女孩看到。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，不要重蹈覆辙。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卧室里打着游戏，突然听到有人用钥匙开门的声音。起初我并没有感觉到害怕，因为我是和闺蜜一起住的，她通常回来的也比较晚。听到鞋柜打开的声音和换拖鞋的细碎声，这让我更加坚定了门外的人肯定是闺蜜。就在我一把游戏结束之后，我隐隐觉得有点奇怪。按往常来说，她回家之后都会来我这屋子聊会天，但是今天家里出奇的安静。我正想开口问一嘴的时候，突然手机来了一个电话。然而这个电话比较奇怪，因为显示的号码正是家里客厅的座机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有一个人正在用客厅的座机给我打电话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想着有可能是闺蜜的恶作剧，我下意识的就按下了接通键。但就在电话接通后，话筒里和客厅同时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：月月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。他是谁？为什么会进到我家里？我虽然感到非常的惊悚，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滋生出一种勇气和愤怒感，壮着胆子对手机吼道：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可能是他被我的话镇住了。接着门外传来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随后就是开门的声音。外面很快陷入了一片寂静，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犹豫了许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地打开了卧室的门。我在客厅里巡视了一圈，确实没有任何人的身影。我终是松了一口气，快步走到大门口，准备将门反锁。然而靠近了，我才发现一只骨节分明、粗糙的大手正握在我家的门框上。我死死地捂住了嘴巴，生怕自己吓得喊出声来。这人竟然没有走，他一直守在门口，等待着我走出去。我咬紧嘴唇，下一秒用力地踹了一脚房门，只听门外那人一声惨叫，我用尽全力将门反锁住。等回过神来时，才发现自己早已经泪流满面。门外的男人似乎并不甘心，用力地拍打着房门，他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，可我却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。我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随后便死死地抵在了门上，甚至我更没有勇气去看猫眼。砸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我捏紧手机，祈祷着帽子叔叔能快点来。谁呀？大晚上砸什么门？你想干嘛？隔壁邻居大哥洪亮的嗓音透过门缝传来，那人似乎也吓了一跳，只听到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门口彻底没有了动静。后据调查得知，男人是的网友，隔着屏幕说一直很喜欢我，甚至愿意为了我去整容。看着他疯狂的言语，我有些害怕，便直接把他拉黑了。没想到他竟然能找到我家里来，
又从门口的地垫下面发现了备用钥匙。男人也很快被帽子叔叔控制住了，我真的是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深夜，我被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惊醒，我恐惧地畏缩在床上，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清楚地记得睡前已经将店里门窗锁好了，那屋外的到底是谁？我下意识地想要开灯，可当我的手触碰到开关时，突然反应过来，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住在店里，会不会闯进屋子里对我下手？与此同时，一束光从窗外映了进来，我瞬间屏住呼吸，死死捂住嘴巴，整个人不停地瑟瑟发抖。好在没过一会儿，那束光就消失了。我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却发现手机已经黑屏，这才想到昨晚回来的太晚，忘记给手机充电了。悲催的是，充电器放在了外面的收银台上，我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，该怎么办才好？大厅里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，还伴随着细细碎碎翻东西的声音，声音一点一点地敲打在我的心上。我鼓起勇气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因为害怕外面的人听到动静，连拖鞋也没敢穿，小心翼翼地掀开玻璃窗的帘子，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漆黑的大厅，一个身影正站在收银台前翻找着，嘴里一直在嘟嘟囔囔，可能是收银台里的零钱比较少。他愤怒地用力关上抽屉，吓得我一个哆嗦。猛然间，我突然想起卧室的房门没有反锁，我咬紧嘴唇，悄悄地走到了门口，小心翼翼地扭动着门锁，没想到还是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动。糟了！下一秒，哒哒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而且越来越近，他朝卧室走来了。我的心跳再次加快，恐惧和紧张的感觉让我几乎窒息。突然，门把手被他来回拧了2下，多亏我反锁了门，他并没有拧开。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砸在我的心上，我用力捂住胸口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接连不断的撞击声响起，我的魂都差点吓没了。巨大的响动让我毛骨悚然，我甚至能感觉到门板的碎屑落在脸上。在我以为他下一秒就会破开门的时候，声音却戛然而止。短暂的手机震动声响起，似乎是他身上的。他好像迟疑了几秒，才响起了渐行渐远的脚步声。就在我准备松一口气时，脚步声竟然又返回了。只是这一次，他并没有再靠近卧室。门外响起了一阵打砸声，没几分钟便没了声响。一阵漫长的等待，我悄悄掀开了帘子往外望去，在确认他确实离开之后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警察赶到时，我依旧没有从恐惧中走出来，说话依旧哆哆嗦嗦。看到店里被砸了一团乱，我泪流满面。警察同志，会不会弄错了？我平时对他很好的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他是这一代的拾荒者，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我店里要吃的时，不停地哀求我，我见他可怜，就给他煮了一碗面。那时的他冲我连连道谢。此后的日子里，他总是来店里讨要食物，我也从来没让他跑空过。渐渐的，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落脚点，每天都来吃饭，而且还自来熟的把店里的废品据为己有。他的做法让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可是考虑到他身世可怜，就默认了他的行为。前天因为家里突发急事，着急关店门的我便把他拒之门外，但我也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让他怀恨在心。如果有人拿了你老公的电话，说他已经死了，随后又打来了视频电话，你会接吗？那晚我肚子隐隐作痛，到卫生间才发现自己到日子了，但家里没有多余的存货，我便让门外在打游戏的男友帮我去买卫生巾。他应了一声便直接出门了，可是等了很久他都没回来。看了眼时间，已经是半夜了，我不免有些担心，便给他发了个消息过去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男友很快便回复，你在哪？看到消息的内容我有些困惑，因为这根本不像是男友的语气。你是？他手机在我这儿呢。你是住在马几小区吗？能说下具体位置吗？我这就给你送过来。看着消息内容，想到男友确实丢三落四，估计是把手机弄丢了。为了确定事情的真实性，我给男友备用机打了电话，可打过去发现一直没人接，但我还是担心对方是坏人，便警惕地给他回复了消息。他现在我联系不上，稍微晚点我再与您联系。不用了。面对这3个字，我有些疑惑，难道对方生气了吗？他再也用不上手机了？什么鬼？这句话让我有些慌神，接着对方的一句话让我突然手脚冰凉，脸色骤变。他已经死了。我还来不及深想，对方直接就给我发来了视频电话，我彻底慌了神，手指开始不停颤抖，却始终不敢按接听键。对方的一系列举动都透露着反常。视频电话再次打来时，我直接挂断。对方见我不接视频，就拼命地给我打电话。此刻我忐忑不安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不敢再往下想了，只能不停地联系男友的另一部手机，祈祷着他能平安。就在我绝望的快要流下眼泪时，另一部手机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，我到了。我脑子突然嗡的一下，是谁到了？是男友到了家门口，还是电话那头的人找到了我？我缓了一会儿，出于担心，我还是决定去门口看一眼。
我小心翼翼地踢掉了鞋子，光着脚挪到了门口，随后朝着猫眼望去，可昏暗的走廊外面却一个人都没有。突然，半张脸从旁侧伸了过来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的冷汗唰地冒了出来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直接跌倒在地上。我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不停地往屋子里挪。怎么不开门？我到家门口了。此刻我的手冰凉冰凉的，基本确定门口的人就是给我发消息的人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恐惧，紧紧咬住嘴唇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婷婷，开门，是我。竟然是男友的声音，我挣扎着从地上坐起来，冲向门口。可当我碰到门把手时，我又犹豫了，这不会又是坏人的诡计吧？我猛地把手抽出来，壮着胆子看向猫眼儿。当我看清男友的脸后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我赶紧打开门，警惕地四下瞧瞧，然后快速将他拉进屋子，果断反锁了门。你怎么了？男友一脸不解。我用力搂住男友的脖子，带着哭腔讲述了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机丢了。怪不得一直有人在给我的手机打电话呢，接了电话又不说话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后来干脆把手机给静音了。刚才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徘徊，看到我从电梯里面出来，就神色慌张的离开了。经过我俩的分析，男友因为怕麻烦，所以他的手机密码一直设置的4个0，这才让那个坏人直接破解了。至于手机是被偷的还是丢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随后我们商量着说，如果这个人再打电话或者发消息来就报警。可是等了许久，那边与我们再也没有了联系。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干脆在隔天补了一张卡。丢的手机也是老款的，正好换一台新的，也没必要再去找了。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可几天后，小区业主群里的一条通知再次让我们紧张了起来。大致的意思就是提醒女性业主夜间出行注意人身安全，因为最近有不少女性业主反映自己被陌生男人尾随的情况，有的家里门把锁被拧，还有的是被人狂按密码锁。随后小区群里又描述了那个人的体貌特征。读完这些内容后，我的手心儿全是汗。男友若有所思地告诉我，那晚看到的应该就是他。难道从那晚开始，他就一直徘徊在小区里，对女性伺机下手？这样想着，我的鸡皮疙瘩又冒了出来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就匆忙搬了家，后来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。所以大家也一定要留个心眼，我们的手机密码不要设得太简单，不要给坏人有任何可乘之机。你在医院经历过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？1年前妈妈因病住院，我作为陪护也守在医院里。入夜，我想着帮妈妈打完水就准备回家，便提着热水壶走出了病房。走廊里格外安静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一股阴风刮了进来，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我紧张的喉咙发紧，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水房里只有一个人在打水，哗哗的水流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有些突兀。我站在他的旁边，刚想拧开了水龙头，不经意的斜眼时，却发现那人的水壶已经满了，水溢了出来，躺在他的手背上，手背一片红肿。这可是开水，他难道不疼吗？水满了。我提醒了一句，赶紧帮他关好水龙头。哗哗的流水声戛然而止，女人猛地抬起头看着我，她的眼睛很瘆人，眼仁很小，几乎都是眼白。我害怕的咽了咽口水，小声的解释：你的水壶满了，水把你的手烫红了。女人机械地将手举起来，放在眼前瞧了瞧，然后又放下，接着提起水壶缓缓离开。自始至终她没有发出一丝声音，更没向我道谢。还真是个怪人。我打好水走出水房时，才发现走廊的灯突然莫名的闪着，甚至还有滋滋的火花声。一个行动病床迎面推了过来，床上盖着一块白布，下面躺着一个人。行走带来的风将白布翘起了一个边，我看到了床上那人黝黑的头发，真的是世事无常。我不禁叹了一口气，出于对死者的尊重，我赶紧避让。突然有人从身后猛地推了我一下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扑向了床上。好在我用力扶住了床沿，这才避免了尴尬。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刚才有人推了我一下。我不停地和对方道歉，推床的2个人并没有吭声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他们的眼神透着古怪。我心里有些恼火，但又有些害怕，于是我直接转过头去找推我的人，可是身后空无一人，静，死一般的静。我不禁四下张望，诡异的是走廊2侧病房都房门紧闭，乌漆麻黑，一种深深的恐惧感袭上心头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有意冒犯，请您原谅。我转过身，低着头不停地道歉。然而许久没人回答，我悄悄地抬起头，瞬间吓得脸色惨白，拔腿就跑。因为移动病床和那2个不3个人不知何时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全程没有一丝声音，头上的灯依旧忽明忽暗地闪烁着，发出滋滋声。我一路狂奔到满头大汗，依旧没能跑到妈妈的病房门口。妈妈的病房离水房并不远，但我怎么走这么久还没有到？我害怕的赶紧拿出手机，颤抖着拨打了妈妈的号码。
可电话那头迟迟没有接听。我捂住了胸口，眼泪不停地在眼眶打转，再次环顾四周，这里是9楼没错，也是我熟悉的病房号。我愣愣地站在了走廊，仿佛整个楼层只有我一个人，强迫着自己冷静下来。一切的不对劲都从我碰上那个女人开始的。既然前进没办法找到出口，那我就退回水房，看看那里是否能找到原因。于是我转身往水房的方向走去，结果我发现我连水房都找不到了。正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，我惊喜地发现前方有一个病房的灯竟然是亮着的，而这个病房的门也开了一条缝。一阵冷风吹了过来，夹杂着一丝呜咽的声音。我的身体反应比脑子更快，直接开门就走了进去。进去后，我才发现病房内只有一张病床，上面躺着一个人。不好意思，无意打扰，我找不到病房了。我冲着床上的人解释，然而门却吱呀一声关上了。我吓得险些叫出声，转过身用力去推房门，却怎么也打不开。今晚也太邪门了，我不会死在这里吧？就在我恍惚间，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僵硬地朝身后看去，身后站着的竟然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，她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我不自觉地尖叫起来，赶忙退后一步。你不该来这里。一句话轻飘飘地传来，我的眼睛紧闭不敢睁开，只感觉一只手推了我一把。再睁开眼，我竟身在水房，水龙头哗哗地往水壶里注水。怎么回事？还没从害怕的情绪中走出，提着水壶走了出去。走廊上的灯安静地亮着，没有闪烁，也没有滋滋声。不远处的护士站里，护士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难道刚才发生的事情是我臆想出来的？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不远处2个人推着一个病床走过来，床上躺着一个人，从头到脚盖着白布。一阵阴风刮过，白布被掀了起来。这一次我不仅看到了对方的黑发，还看清了他的脸，她就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。我的汗毛全部炸了开来，快步往前走去。好在这次没出什么意外，我顺利走回了妈妈的病房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给你打电话也没信号。妈妈看了看手机，我去了多久？都快1个小时了，你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吧？我不想让妈妈担心，没有说出刚才的经历，只是说遇到一个熟人多聊了几句。赶紧回去吧，明天还得上班。我放下了水瓶，和妈妈道了晚安，就走出了病房。之后的我再也没遇到过这种事，但是至今想起依旧心有余悸。半夜，一个男人站在家门口砸门，我刚想和他理论，却发现了他手里明晃晃带着血渍的刀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搬进了马吉小区。这个小区的硬件不错，一个人住也很畅快。唯一让我头疼的是，楼上住着一个熊孩子和他不靠谱的爸妈。晚上，熊孩子总喜欢蹦蹦跳跳，砰砰的响动让我很是烦躁。周末在家时，楼上的响动更大，拍球声、跑步声让我连懒觉都睡不成。我上楼敲过好几次门，跟孩子父母理论，前几次都是他妈妈出现，一副和稀泥的状态。而这次我理论完后，刚想转身回家，却无意瞥到他家门后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我被盯得有些毛毛的，这个是那熊孩子的爸爸吧？不知为何，我心里有些打鼓。回家后心里也总有些不平静。熊孩子还特别喜欢乱按电梯，群里的邻居抱怨过很多次，但是他的父母从未在群里道歉。当时我看着手机，暗暗叹了口气，想到那个爸爸的眼神，要不是他家太吵闹，我是真不想和他们有太多接触。直到前几天妈妈来我这边玩，原本我们在客厅里聊天看电视，好不惬意。突然间，楼上传来一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，紧接着一阵争吵声响起，一声比一声高，中间还夹杂着熊孩子的哭声。看着争吵的势头，一时半会儿不会停止，我的好心情一下子被破坏。可能是妈妈在这里，我开始向她吐槽楼上扰民的种种。楼上的动静越来越大，毫无停止的意思。今天我一定要和他们好好理论一番。我做出一个撸胳膊挽袖子的动作，都是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闹得太僵不好。妈妈一下子拉住我，柔声劝说。我叹了口气，认命的戴上耳机刷视频。可没过多久，一声女人的惨叫和巨大的响动，吓得我赶紧摘掉耳机。妈妈脸色煞白，伸手指了指楼上。我刚想开口询问，她却伸手做了一个虚的手势，随后迅速起身将灯关了。房间瞬间陷入了黑暗。妈，你干什么？别出声！我妈拉住了我的胳膊，隐约间她的手心汗淋淋的。我们在黑暗中沉默着，我一脸茫然，不太清楚妈妈这样做的目的。几秒钟后，楼上传来开门声，接着一阵敲门声响起。我轻手轻脚地挪到了门边，在猫眼上观望着外面的动静。楼上始终没人开门，敲门声戛然而止，接着是脚步声由远及近。急促的敲门声让我的心像打鼓一般，我慌张地捂住胸口。敲门的正是楼上的男人，只见他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另一只手用力地敲着门。他面无表情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下一刻，他猛地前倾，将眼睛凑到猫眼上，用力地往里瞧。他的动作把我吓得汗都冒了出来，我赶紧缩低身子，不清楚他到底看没看到我。妈妈也走了过来，紧紧搂住我的肩膀，看得出来她也很紧张。我俩对视一眼，
都没有说话。不久，男人停止了敲门，脚步声再次响起，他走向了对面那户。此时，我才看清他背在身后的手上竟然有一把带血的菜刀，嫣红的鲜血顺着刀刃淌下来，落在地上。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。男人开始敲门，我在心里祈祷对面邻居千万别开门。不知道对面是真没人，还是也感觉到了不对。他敲了好一会儿也没动静，男人在原地愣了一会儿，转身看了看我家门口，然后从楼梯走了上去，直到听到楼上的关门声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他的刀上有血，我颤抖着和我妈说，赶紧报警。妈妈的提醒才让我意识到此时不是发呆的时候。我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，拨打了电话，带着哭腔告知警察我的位置以及现在的情况。挂了电话，我的心依旧不能平静，无措地看着妈妈。没过多久，楼上传来响动，似乎是警察来了。先是敲门询问的声音，几分钟后就是破门的声音，紧接着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在楼上响起，随后熊孩子绝望的哭声传进我的耳朵，把爸爸妈妈还给我。没过一会儿，警察敲响了我家的房门，来找我录口供。从警察的口中得知，楼上的女人和丈夫发生了口角，已经被丈夫残忍杀害。案发时，男人把熊孩子锁在了卧室。男人挨家挨户敲门的目的，好像就是为了找个垫背的。他手上的菜刀就是佐证。得知这个情况后，我不禁有些后怕。如果当时我妈没在，我直接开门了，那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